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3月13日啊！今日要講一個人物黃志安咁本身我年幾前呢，其實已經略提過下佢嘅，因為當時呢，佢就喺台灣，我都係身處台灣啊，就係台灣大選嘅時間。咁啊，當時呢，就係佢接受咗一啲嘅媒體訪問，亦都係街頭呢做一啲嘅調查訪問去過柯文哲嘅造勢晚會。咁後來咧就係因為民進黨當局咧就話佢違反逗留條件，佢係陸客嘅身份啊嘛。佢咧雖然咧由2020年開始就旅居日本，但係咧佢仲係陸客嚟喎，仲係中國嘅國籍嚟嘅。咁所以咧佢去到呢個嘅台灣嘅時候咧，就接受好多媒體嘅訪問，亦都做過啲街頭嘅訪問。咁當然啦，就係違反咗逗留條件，而咧就被台灣咧就列為不受歡迎人物，限制佢5年內不得再入境。咁當日我都係台灣啦，我都接受過一啲嘅媒體嘅訪問啦，咁但係我攞住工作簽證入去喎，我學術交流嚟喎，而佢呢就係攞陸客嘅簽證入去觀光，結果呢就係做咗訪問做直播，亦都上咗人哋嘅電視台裏邊發表咗一啲呢被視為係歧視殘疾人士嘅言論。咁所以呢個係當日新聞上係咁樣講啦，但係咧亦都因為呢件事咧引嚟一啲嘅海外人士對佢嘅評論，因為佢咧就係有好多好惹火嘅言論嘅。尤其是佢以前喺大陸嘅時期，亦都打假啦，揭露過好多啲嘅黑暗嘅事情啦，講馬保國呢個打功夫嗰啲事情啦，咁好出名嘅。咁咧佢近年咧亦都針對咧法輪功以及海外咧好多法輪功體系嘅 KOL， 就係即係抨擊法輪功。咁所以咧喺海外咧好多法輪功背景嘅媒體噶嘛，或者係嗰啲所謂嘅網紅噶嘛，其實好多噶嘛。咁對佢咧亦都有嚴厲嘅評論。咁甚至乎黃丹咧，亦都認為咧話呢個黃志安佢出咗嚟咧拍咗個叫做黃局拍案嘅一個 YouTube channel 咁佢都講到明佢唔反共嘅，佢唔反共佢認為邊個做冇所謂佢就係要揭露真相嘅啫，俾啲人自己睇邊啲制度好，邊啲人做得好，但係佢認為共產黨咧都比啲海外民運人士強好多所以黃丹咧認為咧佢係有可疑咁樣嘅。咁我又對佢嘅背景咧都有同情地理解咧，佢央視嘅前記者。有啲人認為央視就唔一定入黨嘅，但係以我以往喺大陸嘅工作經驗咧，央視咧就姓黨嘅聽你指揮。央視咧就係所謂嘅黨嘅喉舌，咁咧喺黨員嘅機會率咧係好高嘅，即使唔係黨員咧，咁都一定要係有經過嚴厲嘅政治審查，政治係安全嘅，先俾佢入去央視啊。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咁即係我對黃志安呢個嘅身份咧，我係同情地理解啦，因為咧佢同佢前妻李丁以及個女兒喺2020年係移民日本，咁移民日本咧，佢嘅屋企人仲喺大陸噶嘛。所有屋企人都大陸嘅，黃丹都經歷過嘅喎。黃丹嘅屋企人都喺大陸咧，好多年咧俾人騷擾嘅。咁所以即使你流亡海外咧，都好難完全自由噶。除非你係大陸嘅人，你完全唔理佢哋，或者佢哋全部安全撤退。咁但係唔係喎，黃丹亦都唔係啦，吳爾開希都唔係啦，所以佢哋去到海外咧嘅言論咧必然係會對大陸嘅家人咧都會造成一啲嘅困擾，呢個好難避免。咁所以我對於黃志安嗰個身份立場，我就唔去太過苛刻地去評價。咁但係今日咧我就要嚴厲地去評價佢另外一單新聞啊。咁咧話說咧前日咧就係報章裏邊咧有報道講到呢個黃志安嘅前妻李丁咧就係喺佢屋企裏邊咧住咗9日。其實佢係離咗婚嘅，佢哋2021年離咗婚嘅，但係雙方共同撫養佢嘅女兒，咁所以咧佢哋互相係有對方屋企嘅鎖匙嘅。咁但係咧唔知點解咧喺10幾日前咧，李丁就住咗入去黃志安嘅屋企裏邊。呢個一睇就知黃志安屋企嚟嘅，係洋室嚟嘅，因為李丁咧拍嘅片喺自己屋企係和室嚟嘅，係唔同嘅。佢哋住喺東京而家，咁所以咧呢個嘅李丁咧就無端住咗入去黃志安屋企9日。最終咧就爆發咗衝突，李丁咧就喺個直播裏邊咧係哭訴又講到黃志安點樣佢即係當日就佢離婚，咧，然後離咗婚之後好幾年啦，因為共同撫養個女兒啦，仲一齊去旅行然後咧仲同個女講咧就話點樣去最愛佢哋，咁但係咧轉頭咧就同佢個女講咧，你就嚟做姐姐啦，你一個妹妹要出世，咁咧因為呢件事咧就刺激到李丁雖然離咗婚
但係佢覺得黃志安係瞞騙佢嚇，覺得黃志安咧就係瞞騙佢，而且咧以往咧就抄翻起舊屎嘢出嚟啦，就話佢北京嘅時候家暴佢，多次打個電話報過警嘅，喺北京咧公安局都有記錄嘅。咁然後咧喺日本嘅時期咧，佢女兒咧都同警察講即係黃志安係有家暴佢太太嘅，即係佢前妻。咁但係即係喺對於李丁嗰個角度嚟講咧，佢喺日本就冇正式家暴佢嘅，就喺大陸就有動手動腳，喺日本可能只係輕微嘅碰撞啦。但係佢女兒都講咗，但係無論如何咧，就係因為呢個直播咧，黃志安咧就報咗警用日語打電話去警局度，要求有中文翻譯，最後有中文翻譯嘅情況底下咧，佢就報咗警啦。咁然後警察咧就強制咧就拉咗李丁去接受呢個調查，同埋接受呢個精神嘅一個輔導咁嘅情況啦。咁因為咧李丁咧，我睇佢嘅 YouTube channel 佢舊年開嘅，拍過嘅影片咧得10幾條，已經有10萬人噶啦。佢口齒係非常之伶俐，咁但係咧佢嘅影片裏邊大部分都係講自己患抑鬱症嘅經歷啦。嗱，咁佢嘅抑鬱症係幾嚴重喎，似乎係點解咁樣呢？因為咧佢以往咧喺大陸嘅時期咧，似乎婚姻上咧都有啲不如意嘅。喺大陸喺北京住嘅時候，婚姻都有不如意。咁佢亦都報過警，話黃志安家暴過去。咁呢啲情況係最危險嘅，因為咧，如果你喺大陸嘅時候，你嘅生活都係困難嘅，你同丈夫之間嘅感情都係有矛盾咧，你仲要去移民啦，移民啊更大件事。所以點解今日我要講呢個話題咧？因為佢經歷緊呢個嘢咧，同我以往係有類似嘅一個抉擇嘅。如果你感情好好咧，一齊去移民，我覺得咁樣先係行得通嘅。因為移民去外地咧係好艱難嘅，你所有嘢要從頭開始嘅。如果大家唔係夫婦同心，其利斷金咧，你係遇到嗰啲關卡，你係過唔到嘅。所以好多人移咗民之後會選擇離婚，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本身已經感情唔係極之好嘅，去到外邊遇到困難、遇到挑戰嘅時期，唔係同心協力嘅話咧，就會分崩離析嘅。所以李丁同黃志安呢個新聞呢，就係睇到呢樣嘢，佢哋本身喺大陸嘅感情係有困難嘅，而李丁呢，以前喺大陸嘅時期都係有抑鬱，佢就細數過話佢家人都唔諒解佢，包括可能佢父母都唔諒解佢啦，佢前夫唔諒解佢啦，所以唔好諗住感情唔好移民咗就可以咧感情好，咁結果佢哋移民咗1年就離婚，呢個真係亦都係意料之內嘅嘢，但係都係不近人情。因為咧，你跟住個老公帶埋個幾歲嘅女，佢個女咧好細個嘅啫，幾歲嘅啫，同我大女係咁上下年紀。咁8歲9歲，咁幾年前離婚嘅時候仲細啦。你帶住咁細個女去到移民去日本，去一個佢又唔識日語一個陌生嘅地方，喺東京度生活。咁你喺東京度生活，你面對嘅困難係幾大嘅？而1年就要離婚，離婚要自己獨自即係照料個即係幼齡嘅女兒。即係黃志安都係要工作啊嘛。佢話共同撫養係經濟上嘅共同撫養啫。咁但係生活上都要個太太主力去照顧噶嘛。咁佢又唔可以輕易地帶個女翻北京。點解呢？因為咧黃志安咧喺大陸就得罪咗好多人，被視為係反賊。即係對黨、對呢個央視、對呢個嘅體制咧，都有啲嘅攻擊。咁所以佢咁敏感嘅人物，李丁嘅前夫，佢帶個女翻大陸咧，你係難以想象會發生咩嘢事噶嘛？咁所以咧，佢係進退兩難嘅情況底下咧，佢嘅精神狀態咧係越嚟越即係恐怖嘅。所以佢自己都叫自己做恐怖前妻，開咗個系列叫恐怖前妻系列，我睇咗幾次呢個恐怖前妻系列咧。即係睇落去咧，佢相貌都係非常之端好嘅，即係以佢而家呢個年紀，咁佢亦都係一個名人嚟嘅，佢本身就係一個名人，佢咧口才咧，坦白講我覺得係比黃局啦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嘅，佢自己嘅知名度亦都係比黃志安高。佢喺大陸嘅時期咧，因為佢係一個中科院嘅博士後。一個女仔入到中科院做到博士後係人中之龍鳳嚟啦，呢個中科院係被中國視為係咩科學界最高嘅殿堂啊嘛，文科就社科院，理科就中科院。坦白講啊，文科社科院都唔夠北大清華噶啦，但係中科院仲喺北大清華之上噶嘛，咁所以咧佢入到中科院做博士後，前途一片光明先。佢係研究氣象學嘅，喺大陸咧多次揭露過呢個嘅大陸嘅空氣污染嘅源頭。
而最終咧係受到廣泛嘅民眾嘅認同，亦都因為咁咧得罪咗一啲嘅政府人員啦。佢係寫個書喎，佢寫個書咧都好笑嘅。佢寫個書咧就叫《武俠從牛 A 到牛 C》，即係呢個書係咩嚟咧？係即係用一個嘲諷嘅講女性咧喺大陸讀書咧嗰個社會現象佢就話咧讀 degree 本科咧就黃蓉啦但係咧讀到博士咧就係滅絕師太噶啦，因為嫁唔出噶啦嘛，係咪？你即係女博士係最嫁唔出嘅一個背景嚟嘅，因為啲大陸咧就好中意結婚生仔噶嘛，傳宗接代噶嘛結婚嘅時候要講生幾個噶嘛。咁你讀到女博士年紀一定係咁上下啦，起碼30歲左右啦。咁晚齡結婚噶咯。咁而且你讀完女博士，你馬上結婚，馬上生仔，咪即係放棄自己事業。所以一般讀到女博士咧，生育能力或者生育意願就會減低嘅。所以喺大陸咧就即係被嘲笑，佢就話咧女博士就等於滅絕師太。所以咧佢喺網上嘅綽號就叫師太喎，就叫佢滅絕師太。然後咧後來佢讀埋博士後啦。博士後唔係讀嘅，做到博士後啦。博士後就係東方不敗咯，即係東方不敗就要自宮噶咯。咁所以佢寫呢套書咧喺大陸好受歡迎，佢喺微博有830萬嘅訂閱。而家黃志安咧喺 YouTube 咧只係得176萬人訂閱啫。咁所以佢喺大陸嘅時期已經係比黃志安有名好多噶啦。咁當然後來黃志安咧亦都因為同馬保國徐曉東佢哋拍嗰啲嘅影片爆紅咗咁此為後話啦。咁反正就係2020年嘅時候，黃志安同佢講，不如移民去日本啊。佢話移民去日本咧，阿女讀書又好啲啦。咁但係喂，李丁如果移民去日本咧，佢就要放棄晒喺大陸所有嘅嘢噶咯，包括知名度，包括屋企人，包括佢嘅事業。因為佢去日本，佢以往嘅學歷係冇用噶啦，佢唔識日文啊嘛。佢作為一個氣象學嘅博士後喺日本係無用武之地嘅。除非做自媒體，但係佢個女嗰陣時得幾歲嘅，得3、5歲嘅啫。咁你梗係要全力照顧啦。咁所以喺嗰個情況都係佢喺日本，然後黃局咧1年後就同佢離婚。夫婦咧裏邊有好多矛盾，我哋外人唔知嘅。我而家只講大家知嘅東西。即係佢裏邊坦白講，一個太太有抑鬱症，身邊嘅人一定好辛苦。有抑鬱症嘅人辛苦，身邊嘅人都辛苦。呢啲我哋不足為外人道嘅嘢，我哋唔討論。討論嘅問題就係點解要喺移民後1年離婚？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關卡嚟嘅。如果你夫婦之間有問題，就唔應該移民；如果有問題，就應該離咗婚之後咪各行各路咯。但係唔係嘅，你決定一齊移民，而個問題仲係存在，你就會將個問題放大無數倍。等於我以前咧識一啲人都係咁，或者我以前曾經都係咁諗。以前拍拖嘅時候咧，有一個女朋友咧，我哋諗住結婚噶啦，準備好晒所有嘢要結婚添。但係我哋性格係不合嘅，一齊咗5、6年咧都係鬧交嘅。我哋成日諗住鬧下咪一世咯，係咪？不如結婚啦。或者結咗婚之後可能會好啲咧，你忍下我忍下你一世。呢個係一個絕對錯誤嘅諗法。即係唔會因為結咗婚原本有問題嘅感情就會得以修補，唔會噶嘛，唔會因為結咗婚有問題嘅感情就會升華，唔可能噶嘛。同樣道理，唔會因為移咗民有問題嘅感情就可以修復噶嘛。咁所以咧，我認為咧，當日兩個做嘅決定咧係唔成熟而唔合理嘅。咁但係站喺李丁嘅角度，佢係犧牲自己去成全黃志安嘅，因為黃志安去做呢個嘅日本咧，佢可以繼續拍片，而且佢拍片出咗名，越嚟越受歡迎咁李丁咧就喺屋企裏邊照顧個女，咁後來1年後離咗婚啦。後來黃志安而家有女朋友，而家女朋友咧都入懷孕啦，所以佢就喺呢件事上面咧，佢跨唔過個坎佢變成咗咧好痛苦，即係李丁所以變成要佔領黃志安屋企，佔領咗9日。咁好多人咧就鬧黃志安啦，結果咧黃志安就1日前發咗個聲明啦。呢個聲明咧就佢從來冇家暴，無論喺日本定喺中國，無論喺婚內定婚外冇，佢就話李丁係有嚴重嘅抑鬱症，有極端嘅行為咁等等等等。咁佢係有報過警嘅，以前喺北京，但係咧冇一次警方認定佢係對李丁實施過家暴嘅。咁呢個係佢個版本啦，李丁亦都有自己嘅版本啦。呢啲我哋唔知邊個版本，但係從呢一個句子，我哋知道嘅事實就係佢哋喺北京嘅時候感情已經係唔好嘅，所以感情唔好而移民啦，
係一個不負責任嘅行為嚟嘅。咁我作為咧，因為佢面對嘅嘢，我都係同樣面對緊嘅嚇。因為我當日都係決定要移民嚇，因為我認為喺海外度如果做中國歷史研究評論係更適合嘅嚇。留喺香港或者留喺大陸咧，就只會個空間越嚟越收窄。我太太都係放棄咗所有嘅東西。放棄咗同屋企人相處啦、朋友啦、佢嘅事業啦，佢香港有事業啊嘛嚇，咁佢係鋼琴老師，佢有好多學生啦。佢隻身地帶住2個女同我移民到日本，所以李丁經歷嘅嘢我都係經歷過嚇。即係但係我哋嘅分別就係咩？我同我太太咧就係夫婦同心，其利斷金啊嘛，而李丁就唔係啦。咁啊而家涉及到後來一個咧就係財產嘅問題。財產嘅問題咧，李丁就話婚前財產咧佢冇分咗佢，咁但係咧佢每年咧只係俾100萬日元佢咧係俾贍養費，而王局咧，喂，坦白講佢 YouTube 我睇一睇，佢一個月有2000幾萬嘅點播量，我咧就有200-300萬啦，佢比我多8-9倍啦，咁我相信佢嘅收入咧至少都講緊一個月數十萬人民幣啦，至100萬人民幣以上。咁扣除佢營運開支，點都有數十萬人民幣剩。你係俾100萬日元一年年收入咁多嘅情況底下，俾100萬日元嘅贍養費嘅前妻，而個前妻喺日本工作唔到啊，做唔翻個本行啦，至少要照顧咁細個女，係咪啊？咁做兼職便利店嗰啲可能都有困難，佢根本唔識日文。咁所以呢個係非常之不近人情嘅。咁但係當然黃子佼話呢啲佢哋兩公婆咧係協議離婚嘅時候係傾嘅。咁可能因為李丁又真係有傲氣啦，亦都唔要佢咁多錢。咁所以呢個係一個爭議嚟嘅。咁但係從呢件事我就亦都分享下我嘅睇法啦，係咪啊？即係夫婦之間咧婚前財產咧就應該寫得清清楚楚嘅。婚前財產咧婚後就唔應該分，但係婚後財產咧就應該共同一齊一人一半嘅喎，咁所以譬如話你婚前自己有幾層樓嘅，咁呢個係你自己本事啊，結婚後唔應該分，呢個係合理。咁但係你婚後嘅財產咧，一齊係經營一個屋企，應該係一人一半嘅，而你作為一個丈夫係有責任咧，俾到個前妻有一個合理嘅生活，尤其是佢照顧埋自己嘅小朋友嘅情況。咁當然黃志安嘅解釋就話，喂，個女嘅學費啊、生活費都係佢出嘅，佢100萬日元係純粹俾李丁嘅。但係喺東京100萬日元一年嘅生活係可以過一啲乜嘢嘅生活啊？一定係要食翻老本先可以捱到嘅。100萬日元相等於4000幾蚊人民幣一個月。咁呢個係即係我認為係不近人情，但係呢個個人觀點啫。我哋講啲已知嘅事實先。已知嘅事實就係咧，佢同李丁移民日本，目的就係為孩子喺日本接受教育。李丁有疑慮，但係幾次咧參觀完日本嘅幼兒園，認為好過國內，於是咧就辦咗呢個日本簽證啦。咁亦都另外一個考慮咧，就國內嘅生活環境對李丁嘅抑鬱症係不利，換一個舒適嘅國家對佢康復有利。喂，呢個咧係個人觀點啊，但係呢個從已知嘅事實咧，喂，李丁係一個博士後，佢如果要去外國生活就應該優先揀呢個嘅澳紐啊、英美啊、加拿大呢啲國家噶嘛，因為去嗰啲地方佢可以延續到佢嘅學術生活、學術生涯，可以再讀多一個博士啊，可以喺大學裏邊做訪問學者啊，可以做其他嘅工作。佢去日本完全唔識日文，咁呢個嘅目的好明顯就係為咗丈夫啦，係咪啊？而且咧坦白講啦，日本嘅教育比起歐美係有距離嘅。日本嘅教育咧係以嚴厲見稱嘅，校園暴力欺凌咧亦都相對較文明嘅。咁所以從呢點個角度睇，我認為咧，黃志安講嘅內容咧唔係一個合理嘅陳述。內情我哋唔知，但係咧李丁亦都反駁過，呢個唔係一個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係因為顧念到佢丈夫呢個可以喺海外咧繼續發表佢嘅言論。咁日本請人各方面有團隊都較容易經營啊嘛。去美國加拿大你就用翻美國加拿大嘅工資去請翻當地嘅華人去幫佢做調查，幫佢做研究，幫佢去剪片。喺日本咧就相對咧個工資就平一啲因為咧 YouTube 咧佢主要賺美元噶嘛，日元咧呢幾年都低水啊嘛。咁等，而且咧日本簽證係平好多啦，你喺歐美度移民相對嗰個資金要貴好多，咁所以佢去日本呢個係為咗
黃志安嘅個人事業發展為優先嘅，呢個應該係已知嘅事實嚟嘅嚇。咁佢就話咧，李丁嘅原生家庭好不幸，認識佢之前就有抑鬱症啦嚇，懷孕生產嘅時候更加抑鬱，喺北京睇好多醫院。咁呢個咧我都即係不能排除啊！我睇李丁個精神狀態，佢真係有嚴重抑鬱嘅。咁所以如果拍拖結婚咧，一係你又唔知啫。如果你知嘅，嗱你唔知，咁李丁呃你啦。如果你已知嘅，你就一定係辛苦，而你應該要承受你嗰種痛苦，因為呢個係你個人嘅選擇嚟噶嘛咁所以如果你係想幸幸福福、舒舒服服嘅，就唔好選擇同一個有抑鬱症或者有其他心理疾病嘅人一齊，因為你同得呢啲人一齊咧，一定係會比其他人更加困難嘅。譬如話你同個盲人結婚，你梗係會同其他人困難噶，但係你唔可以同個盲人結婚之後然後帶埋佢去移民。然後就覺得佢盲嘅情況咧係更加嚴重喎，因為去到外國咧，交通各方面都係越嚟越困難喎。你又同佢離婚啦，抌低一個盲人喺度啦，呢個譬喻未必100% match 啊，但係我覺得係不近人情嘅做法。咁當然啦，從讀者聽眾嘅角度，佢聽佢節目啫，聽佢節目唔係聽佢做聖人啊嘛，所以佢嘅節目做得好唔好，同佢嘅私事冇關。咁我都覺得係冇關嘅。咁但係佢嘅節目裏邊咧，經常有啲人哋嘅新聞影片呢一啲咧，亦都係咪有版權嘅問題咧？呢啲都令到人哋有啲疑慮啊。而呢一條影片咧，就係中國與法西斯的距離裏邊咧，好笑。我撳入去之後咧，第一個留言咧，最多人點擊嘅留言啦，就話最近有一個叫李丁嘅網紅說佢被家暴，黃局可唔可以同佢對談一下？分析佢前夫同法西斯嘅距離，結果呢個有5000幾個 like， 我都俾咗個 like。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我同情李丁嘅，因為我覺得佢經歷嘅嘢同我太太經歷嘅嘢好相似咁但係我哋能夠夫婦同心，而且咧喺財產上面咧分配咧，我覺得我自己係比黃局咧係合理一啲嘅。移民之後，我就將我婚前嘅財產賣咗啦，嗰啲股票嗰啲樓然後就買翻而家我哋住緊嘅居所有我哋嘅戶口，有我哋嘅公司，我哋全部都係聯名嘅。即係樓咧，我哋係一人一半嘅，就唔會好似李丁咁咧淨身出戶嘅即係乜都冇嘅。咁當然啦，黃局可能喺日本亦都未必有咩投資產業所以冇嘢分到俾李丁啦，起碼係21年嘅時候冇啦。咁但係而家黃局個收入豐厚嘅情況底下，俾100萬日元，呢個可以係佢哋當日協議咗嘅。咁但係人情上係咪應該要即係你令到個媽咪嘅生活好啲，佢照顧個女舒適一啲，咁你個女個生活都會過得好啲啊嘛咁anyway 咧，有啲唔知嘅嘢咧，我哋唔講。我哋今日講咗已知嘅事，我個結論就係夫婦有問題唔好移民，唔係同一條心唔好移民情侶之間有困難唔好結婚。如果你明知對方有抑鬱症或者有其他身體殘疾，你承受唔到，你唔好去娶佢，唔好去嫁俾佢呢個就係我俾大家嘅結論亦都係我個人嘅睇法。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即係我睇呢個影片，我睇到好心噏即係李丁嗰個直播咧，睇佢嗰個神情表達哇，我睇到非常之心噏。咁有興趣你自己去睇啦，大念撐在小空上嘅 YouTube channel 咁呢個令人哋覺得好心痛嘅 ，OK？ 咁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啦。咁可以 like、subscribe、share、訂閱埋呢個李丁嘅 YouTube channel 我都喺佢度留咗言啦，希望佢加油啦。OK？今日講到呢度，拜拜。